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人老了就会面临这么一个问题，被人嫌弃。对于晚年这个问题，曾仕强教授在演讲中也说过，人上了年纪就会被嫌弃，年轻人看了老人就烦。每当我看到那些在养老院活得卑微的老人时，我都在想，老人活得如此的没有尊严，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呢？现实是一面镜子，照射出这世间的百态。我们理想中的幸福晚年，也许仅仅是个想象罢了。真实的一面，也许比幻想残酷多了。有太多的老年人，临近退休就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做人，退休之后还活成了免费保姆的模样。结果不过是自己越过越惨罢了。于是乎，现代人就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人到晚年为什么还会活得憋屈呢？我们养儿防老，不是该越老越受到儿孙们的尊敬吗？网络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养儿防老是奢望，老人安享天伦之乐是幻想，而年老被欺负、被嫌弃，甚至为儿女做牛做马才是现实。人唯有到了一定的年龄，才会彻底的明白，晚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人到70才看透，儿女和老伴比外人还无情。镇上的老李今年已经70岁了，卧病在床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。就是这8年，让他看透了这世事沧桑，也让他看明白了什么是世道人心。62岁那年，老李因为突发的疾病而中风，后来出现了并发症，所以就只能躺在床上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几个儿女还在商量，看看如何分配责任，各自出多少钱，出多少力去照顾父亲。后来老李的弟弟实在看不过眼，才出来劝说，让老李的一众儿女承担责任。只能说每一位儿女都是为了钱财利益而斗来斗去，根本就不是一条心。过了几年，老李的弟弟也自身难保了，更帮不了躺在床上的大哥了。没办法，儿女的态度就越来越差，不是今天踢皮球，就是明天打太极，让人特别的心寒。躺在床上的老李看到了这样的情形，也无限的感慨，自己辛辛苦苦将他们养大，谁知道他们还如此的无情，果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。唯一还有期盼的，那就是老李的老伴。而让老李意想不到的是，老伴直接的搬到女儿家住，帮女儿带孙子，也不愿意留在老屋子这边照顾自己。大半辈子的夫妻情分，也因为他卧病在床而烟消云散了。这才是老李晚年的悲剧。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，在教育普及的今天，为什么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问题还是会出现呢？其实这并非是教育的问题，也并非是素质的问题，而是钱财利益以及人性的问题。每个人都以个人利益为主，这就注定了每个人都只做跟自己有利益相关的事，而不会有无利而得的行为。像照顾老人、为老人养老这件事，会让一众儿女坚持不下去，而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，那他们又能怎么办呢？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以自己或者是以家庭为主，从而选择抛弃老人。否则，如今的养老院就不会越来越多，养老的生意就不会越来越火爆了。要看老人活得好不好，我们只要看养老院的生意火不火爆就知道了。一旦养老院的生意火爆，那就证明被儿女嫌弃的老人多了，能够安享天伦之乐的老人少了。试想，如果老人可以在家养老，为什么非要去养老院呢？只能说，如果儿女不愿意照顾父母，也没有能力照顾父母，才会送父母到养老院。人老了，还真的是一场悲剧。至少对于没啥钱财，儿女也没啥孝心的老人来说，上了年纪就肯定是不幸的开始。
近几年来，我们发现不孝的行为越来越多，儿女和父母对簿公堂的情况也数不胜数。可以说，如今的亲缘关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。那崩溃的源头到底是从何而来呢？我想有这么3个原因。首先是金钱的问题，直接触及到了每个人的利益。有些儿女只要拿到了父母的家产，就没有为父母养老的心思了。有些儿女不愿意为了父母而花费自己的钱财和时间，这就是亲情败于利益的现实。其次，养老花费越来越高，儿女和老人逐渐的力不从心。如果说儿女因为钱财而嫌弃父母，那就是儿女的问题。但仔细推敲之后，我们发现这不完全是儿女的责任，相当一部分的问题还跟过高的物价有关。第三，人们的观念和感情逐渐的向淡漠化靠近。现代人对于感情和亲情，貌似没有了如前人一般的重视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感情和金钱相比，还是金钱重要。于是乎，人们就会选择钱财，而让感情淡漠。对于上述的情况，我们还是要说一句，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。今天不幸的老人，就是明天不幸的自己。人一生最能够依靠的，其实是自己。理想同现实总是存在着差异，我们不要到了晚年才明白，老伴和子女好多都是靠不住的，而靠得住的只有自己。我们要在没有老去的时候，就要学会为晚年的生活做好准备。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们到底应该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些什么准备呢？关于金钱，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努力的工作，无论你喜不喜欢工作，你也不能放弃在最好的年纪去赚钱的机会。理想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，我们还没有过上理想生活的时候，就要付出100倍、1000倍的努力，不要因为辛苦而放弃。人生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苦尽甘来，年轻的时候吃苦，老了之后就可以享福了。要学会存钱，学会自律，不要赚多少就用多少，将你的眼光放远一点。关于身体，能不熬夜的就尽量不要熬夜了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健康的饮食习惯，让锻炼身体成为你的日常生活。不要以为自己还年轻就无所畏惧，年轻的时候不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，到老的时候所有的病痛就会开始来找你了，这个时候再后悔那就晚了。请记住，年轻的时候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，其实这也是对你自己的晚年负责。关于子女，我们就要好好的教育，教会子女爱与被爱，教会子女包容理解，但切记不要溺爱他们，更加不要做一个说一不二的家长。你要维系好父母和子女的关系，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减少晚年生活之中80%的烦恼，烦恼少了，心情也会变好，那就更有益我们身体的健康了。关于自己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态度，培养兴趣爱好，拥有属于自己的工作，结交一些好朋友，不要只围着爱人和子女转。到了晚年，面对亲人的离去，也不至于失去生活的方向，整日都沉浸在悲伤之中不能自拔。人到了晚年，真正靠得住的未必是老伴和子女，唯有自己才是真正的依靠。所以人到晚年要敬仰自己，找到生命的本质，这样才可以活得更加的坦然和通透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